我們今天又來更換變速線以及調整後面的變速。歡迎各位來到阿寶頻道，我是阿寶。我們今天要來幫這台腳踏車更換變速線。這是一台6速後面變速的淑女車，因為這台車基本上都是放在路邊淋雨的。已經好多年沒有換過變速線了，再加上這一次後面輪組換新的，所以基本上變速都完全不準了。一般來說，放在外面淋雨的車子，變速通常很快就會不準，變速線會生鏽，變速的外管裡面也會卡很多髒東西，就會影響到變速的準確性。所以這一次就更換變速線，一同更換變速的外管，然後再調整一下後變。我們影片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各位看了之後都能夠自己動手做，是一個純粹知識與經驗分享的頻道。現在我們就直接開始咯。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變速線。一般不管是公路車或者登山車，變速線的頭都是長這個樣子的，一個圓柱體的形狀。我們從頭部的形狀就可以區分變速線跟剎車線。一般在買變速線的時候，不太有分前變或後變。如果你買的賣家他有分前後的話，後變的長度會比較長。總而言之，你如果怕線買短的話，你全部買後變的就 OK。至於變速線的外管，它的規格是4 mm 的，剎車線的規格是5 mm 的。有一些外管有標榜裡面有注油，我個人是覺得不需要。因為注油的外管更容易沾黏灰塵，特別是對於放在室外淋雨吹風的車子來說，如果要使用久一點的話，購買大品牌的外管以及大品牌的內線就可以了。我們這邊也順便來看一下剎車線的部分。左手邊這一種就是公路車的剎車線，右手邊這一種就是登山車的剎車線。所以對於內線來說，剎車線有分公路車用的跟登山車用的。變速線的話，不管公路車或登山車，它的頭都是一樣的。對於內線的購買，我建議購買這種不鏽鋼的就好。不管是剎車內線或者變速內線，有一些廠商它會標榜有鍍鐵氟龍啊，或者是鍍一些東西。我這邊是認為鐵氟龍是不需要的。購買這種光溜溜的不鏽鋼，最好是標榜有研磨過那一種就可以。因為在外面鍍一層鐵氟龍，鐵氟龍的材質它會剝落，剝落之後就會留在外管裡面，就會增加內線與外管的摩擦力，這樣子反而會讓你的剎車或者變速的手感變差。如果你是很高級的車子，要求極致的滑順感的話，那才需要考慮買有鍍膜的線材，但是原則上你就要定期的更換內線與外管。以後如果有機會或者時間的話，再詳細一點跟各位介紹線材跟外管。今天就先簡單帶過一下就好。順便分享一下，像這邊有2組線材，這2組都是變速線，下面銀色的就是不鏽鋼的，沒有鍍任何東西的。不過它有研磨加強過的，上面黑色這種就是說有鍍鐵氟龍的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它這個變速外管都已經破掉了，所以也差不多是時候該更換變速線跟外管。那鬆開變速線的話，這一款後變是一個6角的螺母，高級車的話大部分是內6角。鬆開之前要留意一下線是怎麼安裝的，免得到時候裝不回去。鬆開就好了，不需要整個都轉下來。這個管帽如果沒有破裂或者是壞掉，我們都可以把它留着繼續使用，更換上面這個管子就好。下面的6角螺帽我已經鬆開，這個線就可以這樣子抽出來。後面變速的線會成一個弧形，我們要盡可能讓這個線短一點，然後又要讓弧形順暢。外管的長度越短的話，我們越能減少線與外管之間的摩擦力。到時候我們把所有的外管都拆下來，你可以按照原本外管的長度
看看是否需要增加或是縮短，去裁剪你需要的外管。前面這邊的話，剎車線一般會在外側，所以變速線會比較靠近車身。長度的話，我們大概就抓在超過這一根軸心大概2-3公分就好。如果你的是折疊車，這個長度就不是這樣子計算，你的長度一定要夠長，你的車才有辦法折疊起來。接下來我們要把變速線從變速把上面卸下來。這款變速把的話，這個蓋子這裡邊有一顆螺絲，把螺絲轉下來，上面這個蓋子它就可以打開。接下來你就可以看到變速線的頭在這個地方。如果你看不到線的頭的話，記得把你的變速變到第一速，使用小支的1字起子，這邊稍微翹一下，這個頭就可以出來。這樣子就可以把整個變速線抽出來。接下來我們裁切外管，裁切需要的長度。一般變速需要2條外管，一條是連接後變，一條是前面連接變把。如果裁切出來的切口不是很平整的話，要把它拿到磨刀石上面把它磨平。接下來我們就把變速線穿回去。麻煩各位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、按讚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歡迎各位使用熒幕下方的超級感謝，給阿寶抖內一下，請阿寶喝杯飲料，這樣子是對阿寶頻道最好的支持與鼓勵哦。變速線的尾部就從變速把手這邊先穿過去，然後再穿過這邊，把變速線頭部放入定位，然後這邊再把變速線拉直，這樣子變速把手這邊就裝好了。接下來套入這個管帽，每一節外管的兩側都需要這個管帽。外管裁切之後，有用磨刀石把它磨平的話，比較能夠服貼管帽，減少晃動，增加變速的準確性。然後我們現在套入外管，這邊記得變速線是走在最內側，剎車線在外側，車架的地方，外管一樣套上管帽之後再放入定位。接下來五通下方有個溝槽，我們要穿過靠近大盤這一邊的溝槽，變速線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再拉出來。接下來穿過一個管帽，這邊有一個微調變速線鬆緊的旋鈕，我們要先把它順時針轉到底，順時針轉到底之後，我們再退回來半圈。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要重設這一顆旋鈕，到時候如果變速線鬆掉的話，我們就可以逆時針旋轉，從這邊調整變速線的鬆緊。重設好了之後，我們的變速線就要從這個中間穿過去。接下來我們就要穿過最後這個固定變速線的位置。固定變速線這一個螺絲最好是不要全部轉下來，轉下來的話你要把它恢復成原狀。接下來我們這邊管帽跟外管放到定位，後面這邊管帽跟外管也放到定位，確認這個線有穿過固定位置，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螺帽稍微先鎖緊。目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線還是鬆鬆的狀態，沒有關係。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調整後面的變速。一般後面的變速需要調整的螺絲基本上是這兩顆，就是我們說的限位螺絲。限位螺絲一般會有分成 L 跟 H，L 管的就是低速， H 管的就是高速。限位的意思就是要限制後面的變速器左右作動的範圍。如果你限位沒調好，它就會繞鏈繞到內側去；如果你外側的限位沒有調好，它就會繞鏈繞到外側。所以 H 的螺絲就是在調節第一個齒盤的位置， L 的螺絲就是在調節最後一個齒盤的位置。H 螺絲轉緊的時候，變速器會靠內側移動； H 螺絲放鬆的話，變速器會靠外側移動。同樣的 ，L 螺絲如果鎖緊的話，它會向內側移動；如果 L 螺絲逆時針鬆開的話，它就會向外側移動。這邊做個示範給各位看。我現在先把 H 的螺絲鎖到最緊，
我現在旋轉這個踏板，我們會發現這個鏈條停在第3個齒盤，它下不到第1個齒盤。一般來說，線如果鬆弛的狀態，我的變速也是在第1速，應該要下到最下面的齒盤，可是它下不來，因為它被這個限位螺絲限制住了。所以我們要讓鏈條往外側移動，也就是變速器要往外側移動的話， H 的限位螺絲就需要逆時針把它放鬆，它就會往外轉緊，它就往內。我現在轉到最緊，所以它在最內側，它就上到第3盤。那我們要讓它恢復到正常，它的位置應該是要在第1個齒盤，所以我們逆時針把它轉鬆。我們可以一邊轉鬆一邊旋轉這個踏板，各位就可以發現鏈條它會慢慢掉下來。所以我們調整 H 螺絲的方法，就是變速線在鬆弛的狀態下，把 H 螺絲轉緊，它就會上到第2格。然後我們再慢慢把 H 螺絲放鬆，它從第2格掉下來第1格之後，我們再順時針回轉1/4圈，差不多就是那個位置。這樣子就會把後面的變速器最外側的距離固定在第1個齒盤的標準位置。H 螺絲的調整，這樣子就 OK 了。接下來我們要調整 L 螺絲。要調整 L 螺絲的話，我們要把夾變速線的螺絲鎖緊。接下來我們可以拉這一條變速線，從這個地方拉就好了，不用去轉變速的把手。我們可以發現，直接這樣子拉會拉不動。我們要一邊旋轉踏板，然後一邊拉這一條線。各位可以看到鏈條就往上爬。我們把這條線拉到最緊之後，看你的鏈條能不能爬到最大的那一個飛輪。目前我的鏈條是可以上到最上面的飛輪。有一些人拉緊之後，鏈條可能會繞鏈到後面，或者只到倒數第2個飛輪，沒辦法上到最上面的飛輪。這種情況的話，我們就要對 L 螺絲做調整。調整 L 螺絲的方式基本上跟 H 一樣，我們可以把 L 螺絲鎖緊。然後我們再把 L 螺絲慢慢放鬆，放鬆到它可以爬到最上面這個最大的飛輪之後，我們再順時針回轉1/4圈，這樣子就能確定 L 螺絲是在正確的位置上。接下來我們要調整變速線的鬆緊。調整之前，我們可以先這樣子拉扯這個變速線，大力拉扯幾下。大力拉扯主要是要讓間隙消除掉。才不會我們調整好了變速線，結果沒騎1、2次線又鬆掉。拉扯完之後線會這樣子有點鬆鬆的。我們現在就把固定線的螺帽鬆開，然後用手把線拉緊，再把它鎖回去。鎖好之後，我們就可以測試一下變速把手。旋轉踏板，然後旋轉變速。現在我們要使用後變後方這一顆旋鈕來調整變速線的鬆緊。這個旋鈕逆時針旋轉，它會往後退，變速線就會變緊；順時針旋轉，它就會往前進，變速線就會變鬆。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，一手轉踏板，一手用把手上面的變速器。我們現在是第1速，第2速，它好像要上不上的；第3速也是要上不上，上不太去。如果你發現鏈條要上不上，上不太去，就表示線太鬆。如果你發現鏈條掉不下來，那就是表示線太緊。所以我們目前的狀況是，該第2速的時候爬不上去，所以我們就要把線轉緊。轉緊逆時針旋轉，我們先轉1圈，然後再測試一下。第1速，第2速。還是上不太去，第1速、第2速、第3速、第4速又上不太去。好，我們再轉緊一點，再轉緊差不多1圈。好，第1速、第2速、第1速、第2速、第3速、第4速、第5速、第6速。第5速掉得下來，第4速、第3速、第2速、第1速。
基本上這樣子就 OK 了。我們再來測試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因為這個是便宜的變速器，所以它不可能反應多快，或者是多準確。而且這個還是不曉得多少年的舊變速器了，能夠表現這樣子已經算不錯了。調整變速線的基本原則就是，如果爬不上去，就表示線太鬆，後面的調節器就要逆時針旋轉；爬上去掉不下來，就表示線太緊，後面的調節器就要順時針旋轉，把線放鬆。這種東西就要自己親自 DIY 試看看，只是看的話是學不會的，一定要自己動手做。這樣子，我們今天更換變速線跟調整變速器，這樣就結束咯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幫我按個讚，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